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新戲三鹿傳聞升溫，正劇權謀歷史賽道待定。時日中煙還沒正式殺青，肖戰下一部戲已經被網友提前安排了好幾輪。說實話，這種熱鬧我挺能理解，畢竟他現在每一次進組都不只是粉絲圈裡的事。連平時不追星的朋友刷到路透和瓜帖，也會順手問一句：真的假的？可影視項目最微妙的地方就在這裡，越是看起來陣容嚇人，越要先把心放回肚子裡。這兩天轉的比較多的是重慶號、榮耀、三國鹹血這幾個名字，題材確實分得很開，一個偏獻禮正劇，一個走歷史史詩。一個落在古裝宮廷和權謀氣質裡，單看類型，倒能看出業內對肖戰的期待，不再停在某一種固定安全區。演員到了這個階段，外界討論的重點已經不是有沒有戲拍，而是他願不願意把自己放進更難的角色裡。我昨晚和朋友吃完飯聊到這事，他第一反應不是激動，而是問了一句：三國題材現在還好拍嗎？這個問題挺實在。歷史大劇最怕的不是場面小，而是人物被拍成資料卡。曹劉孫這些人物被影視劇反覆演過，觀眾腦子裡早有舊印象。新演員進來，既要避開前人的影子，又不能為了所謂新鮮感亂改人物骨架。像《榮耀三國》這種網傳項目，如果真有接觸，最關鍵的不是演員名單多亮，而是劇本有沒有能力把歷史人物寫成人，把權力、立場、家國和私心揉在一起。肖戰過去的角色裡，有克制隱忍的一面，也有外柔內剛的表達。如果放進群像歷史劇，真正考驗的反而是他能不能在大人物縫隙裡演出細小情緒。重慶號這個方向也值得多說兩句。獻禮正劇聽着很宏大，可這類作品近幾年越來越看重生活質感，不再只是把人物擺在口號裡。重慶這個城市本身就有很強的影像記憶，山城地形、江霧、碼頭、戰時背景，普通人的生計都能撐起很厚的時代氣息。正劇拍得好，演員不是站在鏡頭前展示正氣，而是要讓觀眾相信他真的在那個年代生活過。肖戰本身有重慶成長背景，這一點常被粉絲提起，但演員和地域的關係不能只靠情懷，真要演，方言分寸，身體狀態、年代、職業細節都得落到實處。獻禮題材最怕懸浮，越是熟悉的土地，越經不起假。至於鹹血、古裝宮廷題材看似是大眾最容易進入的類型，實際坑也不少。宮廷戲不是換幾套衣服，說幾句狠話就有權謀味。真正好看的宮廷人物，性格往往是反着長的，表面溫和的人可能最會算計，最鋒利的人也許藏着一段不得不低頭的舊事。肖戰如果接觸這類角色，觀眾大概會期待他不再只是外形適配，而是把人物的矛盾感演出來。比如一個人明明有慾望，卻要裝作無慾無求；明明看透局勢，卻不能立刻說破。這種戲很吃眼神和停頓，不是大開大合就能解決。網傳陣容裡提到胡歌、劉亦菲、譚健次、羅晉、劉宇寧、陳麗君這些名字，熱鬧歸熱鬧，也最容易讓人失去判斷。影視圈的選角流程遠比瓜帖複雜，很多時候不是誰被提到就等於誰會出演。項目立項、平台排播、導演檔期、演員合約、劇本輪次、製作週期，任何一個環節沒對上，最後都可能變樣。更別說大製作常常會用多個版本的演員方案去談，接觸過和簽下來，中間隔着很長一段路。粉絲說非官宣不約，其實不是掃興，是看多了行業正常變量之後的清醒。肖戰眼下更現實的任務，還是把時日中煙收好。
這個項目從題材到人物都帶着明顯的懸疑和生存感，旗下不是那種單靠外放情緒就能立住的人。原作裡人物有很強的邏輯壓力，很多選擇都藏在信息差和心理防線裡。影視化之後，演員要處理的不只是台詞，還有沉默時的判斷感。臨近殺青階段，重場戲往往集中，外界消息越多，越能看出一個演員對劇組節奏的定力。我倒覺得，大家現在真正該看的不是他下一部到底是哪一部，而是這些傳聞為什麼會同時出現。獻禮正劇、歷史大劇、古裝宮廷，3個方向都在試探不同的演員能力，一個看時代質感，一個看群像承壓，一個看內心博弈。市場願意把這些類型和肖戰放在一起討論，本身說明它不再只是被動等待合適標籤，而是在被不同賽道重新評估。傳聞終歸是傳聞，觀眾可以期待，但沒必要替劇組敲章。等時日中煙真的殺青，等官方把片單、角色、主創一層層放出來，再討論也不遲。現在這份熱鬧，像深夜刷到的一鍋剛冒泡的瓜，聞着香，吃之前還濕得看清火候。你更想看肖戰去碰歷史群像裡的複雜人物，還是回到古裝權謀裡演一個心思很深的人？